浩瀚大军前往第5颗星辰。但这一次，楚风没有让灵神一族催动战船，而是让黄甫天族族长催动。因为楚风交给了灵神一族一个较为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布置出一座靠谱的，能够将所有人传送到一定位置之外的强大传送阵。之所以如此，是楚风不仅能够感觉到这第5颗星辰的位置，楚风还能感觉到这第5颗星辰与前4颗星辰全然不同。前4颗星辰只有传承失败才有生命危险，但这第5颗星辰本身就蕴含危险，是与传承无关的危险。最令人头痛的是，隔着遥远距离，楚风便能感受到这种危险，但却无法确定究竟是怎样的危险。楚风，莫非越是后面的星辰，传承难度便越大？得知楚风所说后，黄甫圣女心事重重地对楚风问道：目前来看是这样的。而这第5颗星辰的危险程度不仅仅是接受传承，不过凶险与机遇并存，难度越大，能够得到的收获自然也就越多。楚风笑着说道。只是楚风此话说完，黄甫圣女脸上愁容更浓。圣女兄，不要有压力，此地传承可以让宋允来。楚风说道。宋允。闻言，黄甫圣女不由得看向宋允。你真的要让这位姑娘来破解第5颗星辰？虽然宋允刚来就说过要帮楚风出一份力，可黄甫圣女却没有当作是真的。毕竟宋允她之前从未听闻过，眼下宋允也隐藏修为，但她下意识的便觉得宋允是远不如她的。一直以来她都觉得下一颗星辰的传承任务是由她来做，这也是为何她如此紧张的原因。因为她已经见识过星辰传承的厉害，她根本没这个自信。放心吧，她其实很强的。楚风说完后看向宋允，对吧？也不是很强，但是楚风哥哥交给我的事，我肯定会完成。宋允笑眯眯的道。只是很快，楚风神色微微变化。怎么了大哥哥？小鱼儿察觉到楚风神色变化，不由问道。同时其他人也是紧张的看向楚风。楚风不会无缘无故神色变化，定然是察觉到了什么。而楚风察觉到的多半与太古坟冢有关，那自然也就与他们有关。有人开始破解第5颗星辰的传承了。楚风说道。啊！闻言，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的紧张起来。楚风小友，需要加快速度吗？需要的话，我族倒是能够以血脉加速。黄甫天族族长说道。不用，这第5颗星辰的传承没那么简单，他短时间内不可能破解成功。咱们赶路的速度完全来得及。楚风当然清楚，以血脉加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付出代价不是不行，但分情况。眼下的情况倒是不需要。而此刻，淡淡的声音则映入楚风耳帘。楚风，这次又会是哪个熟人呢？不如猜一猜。相比于其他人，淡淡倒是一点都不紧张，反而有些期待。如今破解第5颗星辰的人到底是谁？怎么如此确定会是熟人？也许之前只是巧合呢。楚风说道。猜猜嘛，会不会是仙喵喵？目前来看，所有传承虽不限年龄，但好像被吸引过去的都是小辈。那你认识的小辈，天赋好的几乎都在这里了，就只剩仙喵喵那小丫头了。淡淡说道。好像是这样，不过没那么巧吧？楚风笑了笑。虽然目前来看确实不像是巧合，可楚风却总觉得也许就只是巧合。楚风，为什么你就觉得可能不是巧合呢？说出你的看法。淡淡问道。也不是觉得不是巧合，而是觉得2种可能都有。第一种就是你说的，对方可能是冲着我来的，所以7颗星辰的破解者都是与我熟悉且关系还不错的人。但也有第2种可能，那就是这太古坟冢既然大多数坟墓世界内都留下了传承，那传承本身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传承者。此地主人手段通天，如今的修武界又有诸多限制，他能够为那些死去的前辈们寻得合适的传承者，倒也是情理之中。也许他只是想为那些前辈找大到合适的传承者，所以选择的都是有天赋的小辈。恰好这些小辈又都是我认识的人罢了。楚风说出了自己的分析。淡淡拖着小下巴若有所思，旋即笑道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这次的路程倒是有些偏远，但经过赶路，楚风等人也终于看到了那第5颗星辰。这第5颗星辰
看起来十分诡异，只是自远处观望，便给人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。且大多数坟墓世界，不管里面景象如何，从外表来看，都是一座巨大的墓碑。可这座坟墓世界的外表，竟竖立着2座墓碑。楚风大人，我布置的传送阵法效果很好，但催动起来需要一些代价，在此期间便无法布置将我族修为转借给楚风大人的阵法了。不过若真的需要交战，我们可以直接布阵。此刻神会对楚风说道，交给你们即可，但若是察觉不对，你便直接催动传送阵法，将所有人带到安全地方。楚风说道，明白。神会点了点头，随后所有战船全速前进，终于穿过结界之力，踏入那方世界。而当楚风等人真的踏入那方世界之内，更是发现那世界之中竟遍地白骨，这让此地的诡异又浓郁了几分。但眼下人们关心的却并非是此地的景物，而是究竟是谁正在开启此地传承。灵神一族直接施展观察手段，所有人不用再用任何手段，便可直接锁定目标。原本遥远的景象瞬间清晰可见，的确有人正在破阵，只是那不是人，因为此人身高8米，身上自带铠甲，怎么看都不是人，分明是妖族。是他。可看到此人，楚风却感到意外，淡淡说，对了，这还真是一个熟人。